最好上手又最能保射手的辅助，到底是哪一只？赞尼尔吗？神使降临可以回血，还是撕裂大地的朗博？还是说许风屏障挡住全部敌人？其实是佩纳，因为佩纳的一技能除了能够不断的回血，恶魔觉醒再触发回血以外，它还能够增加攻速25%，对射手英雄来说超级好的一个 buff。这里看到对面2个想切我们后排撕裂大地开起来，没有用2技能马上控制你们，等待我们队友的到来，把你们2个直接反杀。这里直接开启大招，阿莱连大招都开不了就被我们收掉。我们的打野被激活，马上治愈搅起了再加一个一技能，搭配队友直接呢让对面逃了，小心走不掉，被我们直接又一个反杀啊！死神之都 pop 出来了，直接反杀。那这里看到对面，直接搅起我们大招，触发我们的一技能帮队友回血以外呢，还可以把对面收掉，拿掉对面身上的红 buff。这里我们回血2技能使用小兵弹射我们的这个晕眩，然后把对面的打野死神就又 pop 出来，把他人头又收掉。那这里看到对面呢有一个这个撕裂大地小朗博啊，直接呢搭配队友，我们呢不断的晕眩他，把他人头就收掉。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att Team 的窝。这次带来的是佩纳辅助的实战解说。那如果还没订阅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呢，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呢你是玩过辅助或者是玩过佩纳，可以在下方点赞。那如果是喜欢其他路或者其他英雄的话呢，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英雄什么路，窝窝的话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那这一次我们玩到佩纳呢，就是呢要去尽量的保这个我们的射手位因为呢这一把呢我们的特尔安纳斯在前期是十分的脆的，他经不起对面的gank， 要是对面一直拿他来刷的话呢就很麻烦，再加上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佩纳这个英雄，其实我觉得很好用因为它有控制最重要是有回血，再加上我们带治愈，直接就把对面的井一开始就收掉。还有对面辅助，用我们2技能往对面，这里注意要往阿莱身上呢开启技能，因为如果你是往这个朗博的身上呢开启2技能的话，它会弹射，因为它已经人头掉了。又或者是他如果你只去用2技能呢往这个朗博身上呢，他只会往阿莱弹射1次。那如果是往阿莱身上呢，他会先阿莱，然后朗博，然后再弹回阿莱，这样的话呢效益能够最大化。2技能逼出对面朗博的一个位移功能。那这里的话呢，我们继续的去跟着我们的打野然后呢给一下这个蓝区的一个视野。那熊猫呢已经过去给了这个视野，那就好了。那佩纳这个英雄其实窝窝是很喜欢用的，因为呢他的1技能回血之后2技能是可以控制。那除了2技能能够控制之外呢，大招也可以控制。那很多小兄弟都会知道呢，窝窝玩辅助的话是喜欢玩比较控制一点的英雄，比方说卡瑞兹这种英雄，我在王者打的这个8000分 SS 之类的。那佩纳也是很控的一个英雄在传说里头直接呢开启大招控对面的阿莱他人头收掉。那为什么现在窝窝会喜欢玩佩纳而以前不会呢？其实呢他重大改强过2次第一次呢是他的这个位移，可以大招的时候呢可以移动不是闪现是移动，大招可以移动，这就使得整个英雄就不一样了。以前就真的乖乖的站在那边被对面的激活。这里呢我们直接交这个大招给我们的这个打野很夸张吧？刚刚他还是就被对面激活的一个状态，马上尽量的帮他回了，因为是治愈再加上我们的1技能。那对于我而言，第2次的
改强是什么时候呢？其实第2次的改强不是只针对我们佩纳之外，那克罗斯啊，那还有一个很多英雄啊，即便你是蝴蝶也好啊，这克里希也好，那是什么改强呢？就是出现魔文系统，这个恶魔觉醒。恶魔觉醒这个魔文呢，对于佩纳来说是超好用的啊。为什么这么好用啊？这里我们先看这一波啊，开启大招控制对面的这个输出位。那我们大招呢是不需要瞄准的，所以它在那个范围就会被输掉。而且2技能又控制扛塔，身为辅助必须要去扛塔。你不扛的话，不要奢望呢你的队友是薄皮，可以那么厉害的去扛塔。所以呢不要怕死，即便呢人头要掉，可是换掉对面是打野，也是要去把对面输掉。那这里没有啊，幸好。那我们呢？为什么说它恶魔觉醒对佩纳来说是很大的改强？那是因为呢，它一技能啊，我们可以缴一技能加血，然后开大招控制，再一技能再加血。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看到有些小兄弟，明明没有目标，为什么你要开大招？就是为了刷新恶魔觉醒啊！2技能控制2位，直接一个反杀，哇，这个2技能控制太夸张了。如果你想再控，可以怎么样啊？大家想一下，给大家猜一下。如果你想佩纳这个英雄更加控制，好，就是呢用一个冰杖。为什么是冰杖呢？因为冰杖我们原本佩纳这个英雄2技能就是能够不断的弹射，而且晕眩。那大家想一下，如果晕眩了之后啊，还有一个这个冰杖的这个环速，那得多夸张啊！那如果是一个冬日战斧的话呢，也是可以，不过我很少出啊，因为它的这个防御对于佩纳原本不太厚的英雄来说呢，会略显不够坦度，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阵容呢，熊猫呢是全输出的一个凯撒路，它是追求秒杀型的，所以呢我必须要坦度高一点，所以冬日战斧我们不会出，因为如果冬日战斧出了的话呢，对于整个团对于我来说当然是很还速啊，对于这个佩纳来说，那可是呢对于整个团队来说呢就没有那么的好了，因为如果你整个团队坦度不够的话，没有人去开，没有人能够开团啊。熊猫做下去，那激活谁呢？熊猫一做下去就蒸发了，必须要有一个人来扛伤害。那所以如果你是选一个没有那么脆皮的，你可以任性一点，比方说我们玩萨尼，我们就可以出个王者之剑啊。如果你钱多的话，可以这么出，这里把对面紧收掉。那如果是你是玩像佩纳、卡瑞兹这种英雄的话呢，坦度原本就不是很高，因为他英雄本来就不是说一个坦克，那一些的防装呢就必须要多出了，牺牲的是一些比较低防御力的防装，像冬日战斧就是很低防御力的一个防装。这里我们先蹲一个这个草丛，然后呢对面阿莱发现了没所谓啊，继续开启我们一技能帮全队回血。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用佩纳，因为佩纳这个英雄真的队友会很感谢你，很喜欢你。刚刚又没血爱要回城了，不需要，哈哈，你有蓝就行了啊，你有蓝条不用回家就行了。血量啊，佩纳来回，哈哈。这里看到对面小心啊，他逼动我们啊，没所谓，直接搭配队友把他人头收掉。那佩纳这个英雄呢，现在我们已经玩到3011的战绩，那可以看到参团率是相当之高。那玩佩纳这个英雄，必须要很好的去保护你的队友。那这里缴起大招呢，是为了我们一技能的冷却更快一点。让我们全队不断的回血，要不然的话克里希小兄弟这里人头可能就掉，而打野也没办法继续再进场。那这里对面的撕裂大地开启了，那我们熊猫血量不健康的状况之下呢，我们一技能就快要有了。
这个就是佩纳的夸张之处啊！血量刚刚不是2成吗？这个熊猫怎么差不多又回到去一半了啊？这个就是它的麻烦之处啊。那我们呢就不拖节奏了，这个时间点呢，直接就做凯撒。其实刚刚那一波我们也想做凯撒，可是对面发现了，那就不要再继续的开凯撒了，要不然对面来接手那就很麻烦了。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可以看到，职业联赛也好啊，世界赛可能也有，都是拿凯撒的时候，或者是拿这个深渊魔龙的时候呢，被对面反杀一波。所以呢，如果看到对面的英雄啊，如果是5人都集结啊，我们不太可能打得赢的状况之下，那条龙可以先放掉啊，太危险了。然后这里有兵线，那克里希小兄弟这里就被收掉了。那所以呢，其实射手位这时候应该不要再进场了，因为除了他以外啊，其他人都有自己可以保命的。比方说这个我们打野他是能够成功逃脱的，没所谓。那可是如果射手位不退的话呢，我们还继续保住我们的这个射手位。那这里呢，等待上路兵线到来，那看队友要不要做这个上路兵线。那所有的对面的伤害呢，尽量来由自己来吃对面的这个控制技能。这里呢没办法，撕裂大地加上阿莱的这个大招，那还有小新的一个逼动啊，那没所谓。我们这里看到熊猫啊，这里呢我们帮他回血，然后开启大招，帮他把对面朗波的人头收掉。这个时间点，我们队友呢已经打到去对面下路的高地，赶快呢要过去支援，直接缴个治愈给我们的这个打野小兄弟，然后一技能帮他血量不断的回，然后2技能，这个控制对面的这个打野营咒，我们控制了他，他又回去的话呢，就会把这个我们的2技能呢弹射给他其他队友啊。这里在一个我们的开启我们的技能回血，然后开启大招，触发恶魔觉醒，又回血，帮队友呢不断的增加他们续战的能力。那这里勾到我们的打野小兄弟，那他有周而复始，所以呢没有什么所谓。可是我们的特尔呢，其实这时候他就该退了，因为呢打野即便再回来也需要一段时间，那没所谓。如果他还想要进场的话，我们还是呢尽量的去保住他啊。我们辅助的这个人头呢，不需要去那么的吝啬。那反而的是呢，你要去不断的去保护自己的后排。那尽量呢不要让他们掉人头，尤其是输出位，而且没有自保能力的输出位。那这里呢，我们持续的不断的去这边的。其实这边呢，我们打野还没有复活的时间，就不该再进场，把兵线清理完就好了。要是再进场的话，那就不太好了。那在出装方面呢，现在的这里先看这一波啊，熊猫这个小兄弟秀了一把。那我们不断的跟着我们的其他队友开启一技能呢，看到哪一位输出位啊，他是血量不健康，就保护他。比方说我们的克里希。那我们主要继续的帮他们回血，控制回血佩纳，然后给视野，撕裂大技开起来没所谓，马上帮我们打野回血，还有熊猫，兵线都不用，直接硬拆对面的主堡，赢得这场游戏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d Team 的我，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